家好，我是 Sylvia。我们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翻身的机会来了吗？我们可以依照第一直觉来做选择哦。那如果难以选择的话，可以闭眼深呼吸，再睁开眼睛，选择你有感觉的选项就可以咯。如果你同时对两组选项都有感觉的话，也可以两个选项都听听看，说不定呢都有宇宙要给你的讯息哦。那选好的话，我们就直接进入解牌环节咯。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一组的朋友，你目前的能量状态是如何的呢？紫微牌卡抽到了武曲天府、禄存、沐浴的反牌。选择这组的朋友呢，你们是一个务实，而且呢愿意努力，也能运用聪明的方式来做事的人哦。那做事呢追求效率，具有远大的企图心，适合自己创业。那有可能呢年纪轻轻就能发展得不错哦，也能赚进人生的第一桶金。你们也是有大格局的人哦，行事上呢会比较灵活，而且可以变通，也比较有谋略。但是呢相对的也会比较计较得失哦，有时候呢会让人觉得比较现实一点。那你们不仅很会赚钱，那也很会理财，是属于付出就会有收获的人。那沐浴的反牌呢出现在这里，代表你们现在内心有想做的这件事情，目前缘分还没有到，或者是呢你还没有做好准备。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塔罗牌抽到了宝剑四的正位、皇后的逆位、金币皇后正位、圣杯一逆位。最近的你呢，应该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息哦，准备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是心愿去努力，或是呢经历过了一些让你感到很心烦的事情，最近呢终于想通了，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那觉得呢自己也该往下一个阶段去迈进了。在感情的方面呢，跟喜欢的对象有可能之前疏远的关系又重新的被拉近了，有点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感觉哦。最近的心态呢会比较依赖或者是容易依恋某个人哦。那在财务的方面呢，花钱会比较大手大脚，有可能会花了一些钱来买一些根本用不上的东西。不过呢财务状况不算差哦，也会有心去做公益来帮助别人，算是呢相对稳定的状况。那以上的验证讯息如果有对应的话，我们就继续的听下去咯。选择第一组的朋友，未来在哪方面可以触底反弹，拨云见日，而且呢能迎来什么样的翻身的机会呢？塔罗牌抽到了正义的正位、金币三的正位、宝剑骑士的正位、宝剑一的逆位，还有花园、书、信、鱼和爱心。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组牌的朋友能量状态还不错哦。在未来的你呢，可以迎来身心灵比较平衡的状态。你将知道呢，什么是你想要的，什么将从你的生活中剔除。你能接受和面对现实哦，并且能贯彻正确的事物。你在过去的努力呢，将能得到回报。你将有机会赢得事业上的晋升或升级。你的努力呢，将获得大家的认可，有机会受到主管的赏识和提拔哦。在你的专业领域中呢，你将能够更活跃，能一步一脚印的朝你想要的目标来迈进。那事情呢也将会进展得很快速哦，会以出乎你意料之外的速度来达成。那在感情的方面呢，你也能大胆地表达出内心的情感，并且呢能靠着对话来缩短两个人的距离哦。不过呢还是要小心哦，有时候会太过以自己的利益为考量，会让人觉得你有点自私哦。那单身的朋友呢，将有机会在聚会中呢可以认识新的对象，那也能收到对方充满浪漫的回应。在工作上呢也会有新的提案和合约的签订哦，能够为你带来好的机会，你将能够迎来成功的改变和事业的拓展。而且呢你也可以
从中呢找到工作的乐趣和对生命的热忱哦。但是呢，也要注意哦，说话的艺术和分寸，要小心哦。可能有时候呢，说话会太直接，而容易去伤害到了别人。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神谕卡给我们什么讯息呢？这边呢，新月的能量代表呢，你即将迎来一个全新的能量和生命的一个新的周期。那双子座的能量也是鼓励你要多多的参与社交活动，还有呢，和人沟通，可以说出内心的话。不过呢，要小心哦，最近有点急躁和散漫哦，可以多多的静心，这样呢，会让你的思绪更加的清晰。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你可能对于某事呢，或者是某一个人会比较依赖，或是过度的沉迷。那你也容易呢依照过往的惯性来做事。如果你目前呢觉得卡在某一个状况之中哦，宇宙要你必须要断离开这种不健康的关系，因为呢只有选择不同的路，你才有机会能得到不同的结果。那如果你想要成功，就要多注意细节哦。你现在的难关呢将会慢慢的改善。那建议你呢，可以多为他人服务和多多的广结善缘，因为呢，这样会让你的能量场带来改变。那爱和金钱呢，也会随之而来哦。再来是通往灵性的大门的反牌，还有第5脉轮大天使加百列和第7脉轮大天使乌列尔。宇宙要你放轻松哦。因为你现在呢可能会太执着在某些事物上面，那可能会在想着要怎么成功，或是呢如何赚进更多的钱，所以有时候呢你的思绪有点混乱哦，或是呢没办法清晰的看清前方的道路，你也可能呢很难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和想法。不过呢宇宙要鼓励你哦，可以敞开心房，用最真实的方式去表达哦。这跟刚刚双子座的能量是一样的哦。不管呢是身边有什么样的人误会你，或是你和某个人欠缺沟通，有一些误解，那在未来你都能真实的敞开心去接纳，并且呢说出自己的想法。那两个人呢也能迎来沟通的机会哦。在未来的你呢，直觉和灵感也会比较通畅。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你可能对于某事或某一个人会比较依赖，或是过度的沉迷，那你也容易呢会依照过往的惯性来做事。不过在未来的你呢，将能获得新的灵感和新的潜力哦，能摆脱旧有的能量，走出一条有别于以往的全新道路。再来是字卡，跟孔雀精神还有雄鹿精神。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呢，我投入在信仰中的能量和意图越多，我就越无所畏惧和自由。这里指的是你对于某种理念、价值观或人生目标的投入和专注，都能为你减少恐惧和焦虑，那也更能够更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哦，迎来心灵上的解放，摆脱束缚和限制。那你也能拥有更大的内心平和和自主性，可以获得更大的勇气和自由感。那也就是你现在想要实现的目标或理念呢，只要你在其中投入了更多的自信和企图心，这些呢都能够帮助你更有勇气去达成你所想要的成就。那你也更能展现自己的能力和你的魅力哦。就像是孔雀一样，你应该呢尽你所能的去展现你自己的美，并且闪耀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呢正是时候咯，你将在你的领域发光发热，并且呢可以引领别人走向一个创新的道路。你可能呢会觉得你没有这个能力，或是呢你从小就喜欢把自己藏起来，隐身在角落。但是宇宙要你不要害怕哦，因为呢，你天生就是一个能引领别人前进的人哦，是个能和别人分享你的经验、力量和希望的人。那别人也需要你的带领，才能走得更远。
所以呢，你不应该把自己置身在黑暗之中。再来是茶叶占卜卡，抽到的是成功和幸福。那关键的月份呢是在1月和2月。我们来看一下关键的讯息。这里指的是你的愿望呢将会实现。这边呢有2张牌同时都是指愿望的达成哦。不管呢你心里想的是有关于事业还是感情、家庭的愿望，在未来呢都能迎来你想要的结果。如果呢你是想计划一个家族旅游，或是能够和某位家庭成员达成和解，这在未来都是可能被实现的哦。再来是木桶，这里说的呢是在生活中你可能还是会感到有点缺憾哦，因为呢这里还是有小人的能量哦，后面有一只大老鼠，这也是我刚刚一直在提醒你的，也就是说话的艺术。有可能呢你会因为说话不经大脑，或是没有修饰哦，所以呢在无意间会伤害到其他人，这都容易呢在无形之中帮我们树立敌人。所以呢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建议你呢必须谨言慎行哦。再来是新的工作和事业，在未来的你呢能够找到一项自己有兴趣或是有热忱的工作，那这个领域呢有可能是一个你从来没有碰过或接触过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哦。你也能在其中呢找到生命的新愿景。再来最后是玫瑰，单身的朋友呢在未来能够认识新的感情对象，那双方呢也能交流顺畅，能够传达彼此的爱意，双方呢都能徜徉在粉红泡泡中，那2人呢都能开心愉悦的享受热恋的氛围。那有伴侣的朋友呢，双方也能互相理解，相互扶持，能迎来一段幸福的时光哦。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易经抽到的是第14卦的火天大有卦。那抽到这支卦呢，代表你最近的运气不错哦，你能种善因，得善果，成就大业。那这是一支顺天应人，以德服众，能丰收获利的大吉卦。最近的运势不错，财运也很好，能够大有斩获。那投资理财呢，则建议稍作休息，先观望后再来布局。那有想要换工作的话呢，有机会能受到重用哦，可以跳槽到薪水更高的职位。如果呢是有诉讼纠纷的话，可以获得满意的赔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第1组的内容，希望能给你一点启发和帮助。我们下个占卜影片再见咯，拜拜。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2组的朋友，你目前的能量状态是如何的呢？紫微牌卡抽到了破军的反牌、阴煞还有阳的反牌。选择这组的朋友呢，自信、热情、有想法，执行力和行动力都很强哦，是个标准的行动派。那人生的动力呢，来自于对梦想的追求。你们实现梦想的方式是大破大立的，也就是呢，发现苗头不对，是会整个砍掉重练的哦。有着呢，即使损失也不顾一切的态度。所以呢，也不喜欢受到控制，凡事呢也会依照自己的感觉来行动哦，有点特立独行。那也会勇于挑战旧有的传统价值观。但是这里是反牌哦，代表最近的你呢，做事比较沉不住气，或是呢容易感情用事哦。那有时还会有一点任性哦，听不进去别人的建议，或是呢空有雄心壮志，但是呢做事没有计划。而且最近的情绪也会比较敏感多疑，情绪的起伏会比较大，身边呢也容易有小人哦在背地里搞事，让你觉得呢这阻碍会比较多。所以呢想要做的计划容易遭受到破坏，而无法进行，或是进行的比较不顺利，总会觉得呢无中生有一些鸟事哦，需要你去处理。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塔罗牌抽到了圣杯9的正位、审判的逆位、宝剑骑士的正位，还有圣杯2的逆位。
最近的你呢，有点自我感觉良好哦，或是呢会喜欢在社群上炫耀一些看似很美好的照片或文章。那你现在呢，比较重视的是自我满足，而不太想去管其他人的想法和意见。不过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最近的你比较听不进去别人的建议，那可能会导致一些麻烦的事情呢反复的发生，或是因为你的犹豫不决而让等待已久的机会溜走。那身边呢也没有可以帮助你的人，导致你想做的想法计划被拖延，或是呢逼不得已需要放弃。那你可能会觉得目前外在的环境变化得太快，所以呢你还无法掌握，或是呢最近的你容易感受到被孤立的状况让你对其他人呢都抱持着不信任的感觉。那或是呢最近的人际关系比较不和谐，那有可能呢是跟身边的人有意见不一致的状况，或是呢无法理解对方在想什么，所以呢内心会比较封闭一点。那以上的验证讯息如果有对应的话，我们就继续的听下去。选择第二组的朋友，未来在哪方面可以触底反弹，拨云见日，能迎来什么样翻身的机会呢？这组的朋友呢，最近迎来的主要是在个人事业发展，还有贵人的帮助为你带来的机会。塔罗牌抽到了恋人的正位、星星的正位、金币5的正位、金币8的正位，还有男人、船、钥匙、十字路口跟鞭子。在未来的你呢，将能度过一段难忘的愉快时光你能享受眼前发生的事，那也能在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乐在其中。过去身边那些不好的人际关系呢，将迎来一个结束。你引以为傲的才华将能发光发热，或是呢，你能找到努力的目标，那心灵上呢，也能有所依靠在未来的你呢，将迎来一条全新的道路，而你呢，也能在正确的道路上。出乎意料的幸运时刻即将来临，那你的才华和实力呢，将能得到认可。不过还是要注意这个金币5呢，代表你在某部分还是有可能无法认同公司的体制，或是呢部门的氛围有时候呢，常常会执着于理想，而有点不切实际那你可能会有被边缘化或被遗弃的感觉。但是这有可能是你往往会想要与现实和社会来作对，而不是你的能量有多不好所以呢，建议你应该要常怀感恩之心多感谢现在身边所拥有的事物，那运气也会变好。那你应该专注的是你的目标和眼前的事物，在未来的你呢，也能独当一面，透过强而稳健的行动，逐步的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你也能打开成功之门，走向新的康庄大道。你的人生呢，将会出现一个新的转捩点，会有一个新的机会或新的道路，还有新的贵人会来到你的生命之中那这个贵人的出现呢，将会带给你新的希望，那也能带给你实质的帮助。你将能拓展新的工作技能，并且呢，能有1个以上的收入来源。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神谕卡给我们什么讯息。宇宙要我们好好的去思考，你必须要放下某件事情了。有可能呢是旧有的人事物，或是呢离开你的舒适圈，因为呢在你断离开这些旧有的不再适合你的人事物后呢，新的能量就要进来咯。那新月的能量呢，代表你将迎来生命的一个新的周期。那你现在要做的呢，是全面的检视自己目前的处境，你现在在哪里？还有就是你想去哪里？新月的能量呢，都代表着一个重新的开始如果现在的你呢，遇到了一些困难，这有可能是你对事情的要求太严苛，或是太挑剔。那不过呢，新的开始也即将到来如果你现在有想要从事的目标，那现在都是你该下定决心采取行动的时刻了。
那这个牡羊座的能量呢，也代表着会有一个新的人进来你的生命中，跟刚刚塔罗牌的讯息是一样的哦。这代表着呢，你的人生能迎来一个新的贵人，他能带给你帮助，而你呢，也能重拾你的热情，并且朝着成功之路迈进。再来是盛开的丰盛，还有敌意的反牌。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牌哦，上面呢处处都是金币与盛开的花朵，那这代表着你呢将能迎来财富的增长哦，而且呢是你自己种下的种子，经过你的细心呵护，迎来后续的开花结果。那你的辛劳呢将能获得回报，而且这个丰盛哦，有可能是以戏剧性或是呢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出现的。那可能是突然收获了一笔奖金，或是呢突然签订了一个大合约，甚至是投资的获利哦。这都能让你感到辛勤的付出终于获得回报的感觉。那敌意的反牌呢，这代表着在你的周围哦，或是在你的身上将会发生能量的转化哦。关于你身边的小人和敌对的能量呢，将迎来一个结束。那这种攻击性的能量，有可能是因为外在因素，或是自己主动的干涉而迎来终结哦。如果你现在觉得呢，身边的这些小人能量没有丝毫的改变，那宇宙要告诉你哦，这个问题呢将很快的得到解决，你完全不必担心。再来是字卡，猫精神还有蚂蚁精神。字卡上的这句话，它的意思是说，祈祷的关键呢在于忘记我认为需要的东西。这里指的我认为需要的东西，也有可能是已经不适合我，或是呢不再服务于我的人事物。当然啦，也包含了犹豫不决和执着的能量哦。那宇宙要你知道，现在的你呢，最重要的是放下自我对于需求的执着，那并且呢，把注意力放在你所想要达成的目标上。因为呢，现在的你可能面临着犹豫该不该去冒险的时候，或是呢过于谨慎哦，而不敢去尝试新的事物。那宇宙都要你勇于去面对哦，因为呢，当你断开旧有的依赖和纠缠时呢，你的生活将能漫游到新的领域。那实际上呢，新的机会和新的冒险也即将到来，你应该相信自己是能做到的哦。并且呢，将会有人来帮助你。就像我们刚刚一直在说的，会有新的人出现在你的生命之中。那你应该主动出击哦，去寻找支持的力量，你将能得到帮助。那因为你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哦，就像这个蚂蚁一样哦，他们靠团结力量大呢，建造了王国，那也能一起寻找食物。蚂蚁是一种很勤劳的动物哦，也是一种拥有微小生命的小动物，但是呢，它们却有着大大的勇气。那宇宙希望你呢，也能像蚂蚁一样，有着坚强的意志力，这样呢，可以让你冲破许多的逆境。再来是茶叶占卜卡，抽到的是事业和成功。那关键的月份呢，是在8月和11月哦。我们来看一下关键的讯息。首先是蝴蝶，那这里的讯息呢是一个更好的改变哦。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将迎来一个新的转捩点，一个新的生命周期。那这些呢都能为你带来新的机会，你也能透过自己的努力来得到回报。而且呢，是你自己种下的种子哦，经过你的细心呵护，迎来后续的开花结果。那你的辛劳呢，将能获得回报，你的努力都能迎来一个丰收的成果。再来是女人，这代表着呢，生命中哦，一个新的人即将出现。那他能带给你爱和关怀哦。那这有可能是一个主管或是一个长辈，他能帮助你，给你需要的帮助和支援。再来是蝎子，蝎子呢是一个小木塞，是用来填补空隙的东西哦。这代表着身边的小人能量，就像我们刚刚一直说的，有人呢会在你和朋友之间
或是你想要的东西之间从中作梗。但是不用担心因为后面呢就出现了这一张狗，代表呢你能有贵人的帮忙和保护，让你呢从这些负面的能量之中解脱出来。再来，易经抽到的是第60卦的水泽节卦。那节呢，本意有节制、节约、调节之意这里呢是提醒我们做人做事，对人呢不要太过严苛，那也不要太刻薄的对待自己和身边的亲友如果呢你有刚刚说的这些状况那有可能会导致你的人际关系不好。当然啦，节约节俭很好，但是呢应该遵守中庸之道过犹不及都不好。那动爻为3爻，所以得到的下卦为乾，乾为天，得到的是第5卦的水天虚卦。那虚呢，指的是需要在等待之中，也要不断的奋斗。当时机来临之时呢，一定可以获得最后的成功。目前呢，事情虽然还没明朗，但是呢，这是考验着我们的奋斗心、忍耐力和自我约束的能力。等到云雾消散之后呢，事情才会明朗。所以呢，平常我们呢，必须要自我充实，并且加强磨练，耐心的等待时机的到来。目前的运势呢，虽然尚未明朗化，但是呢，好时机已经快要到来。还是呢，要保持希望，并且呢，多多自我充实。如果有想要开创事业的话呢，需要多付出与努力，可以先苦后甜目前呢，已经转换新工作的话，需要面对严峻的考验，你需要站稳立场并且做好分内应该做的事。那后面的前景呢，会非常的看好如果呢，是有着诉讼的纠纷，现在要做的呢是资料收集完备，渴望可以险胜以上就是今天第2组的内容，希望能给你一点启发和帮助。我们下个占卜影片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3组的朋友，你目前的能量状态是如何的呢？紫微牌卡抽到了廉贞天府，左辅的反牌还有绝。选择这组的朋友呢，有谋略，个性豪爽务实而且不怕吃苦，做事理性，循规蹈矩，是个呢会靠着自身的努力来完成目标的人，企图心强，格局也大非常重视事业的成就。那会希望呢在工作上有主控权，也重视生活享受但是呢又闲不下来。那你的优势呢是如果努力就会有不错的成就但是呢也容易流于心高气傲，而觉得呢自己在工作上怀才不遇，或是呢会想要挑战上司的领导威信那感情上呢也可能会找不到匹配自己的对象，这些呢都容易造成你的运势不稳定那左辅的反牌呢是代表你有可能呢目前找不到能帮助自己的人，也就是在生活中能帮助你的贵人还没有出现，但是呢其实这个元首是存在的，只是你现在看不到。那长生牌卡绝呢出现在这里，代表你最近有可能刚结束了一个工作，或是呢目前身处绝境，有点忧愁有些问题呢你无法解决，像困在迷雾笼罩的迷宫中看不见出口，有点迷茫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塔罗牌抽到了女祭司的正位，隐士的逆位，圣杯2的正位，还有高塔的逆位。最近的你呢，应该在人生中有某些体悟，那也是一个热衷学习新事物的人，只不过呢，精神上会比较紧绷，无法放松。那你可能会一直想着如果我当初怎么做，是不是我现在就不会这样？或是呢，就是因为过去的我太任性、太执着，那所以我现在才会承受这些痛苦，会一直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在心里钻牛角尖，而且呢态度是比较封闭的。那也可能呢因为自尊心比较高，
无法呢拉下脸去求别人来帮忙，所以呢你也看不到身边的资源和帮助。那其实呢你的身边是有资源的哦，有人呢能援助你，只是你目前没有动力去做点什么改变哦，只能让这些事情呢慢慢的崩溃，来压垮你，觉得能拖就拖。那以上的验证讯息呢，如果有对应的话，我们就继续的听下去咯。选择第3组的朋友，未来在哪方面可以触底反弹，拨云见日，能迎来什么样翻身的机会呢？这组的朋友呢，最近迎来的主要是在财务还有感情方面的机会哦。塔罗牌呢抽到了圣杯10的正位、权杖侍者的正位、月亮的正位、正义的正位，还有月亮、棺材、星星、老鼠和山。在未来的你呢，能感受到幸福感哦，那也能感谢身边发生的一切。如果你之前的人际关系有点紧张哦，在未来的你呢，也能建构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会让你的心感到踏实哦。那在未来呢，将有新的机会降临，身边会出现能对你伸出援手的人，但是呢，这并不代表你什么都不做就能得到这些帮助哦，而是呢，你应该发自内心的真诚待人，并且广结善缘。这个机会呢，或好消息的到来，是能左右你未来的时刻。所以呢，建议你不要只看眼前的事物哦，应该呢要把格局放大一点。那单身的朋友呢，在未来也有机会与新的异性来邂逅。他是个保有赤子之心的人哦，你们能开心的分享彼此的心情。那虽然呢，前方还有很多无法预测的状况哦，或是呢，你身边还有一些无法信任的人，但是不用担心哦。如果你自己呢诚信待人，并且持续的耕耘，你的努力呢终将是能获得回报的。因为呢，正义牌的出现，代表你想要得到多少的成果，你就得付出多少的努力。未来的命运呢，取决于你现在行走的每一步哦。所以呢，现在的你的每一步呢，都必须要谨慎，并且权衡利弊，因为呢，有多少准备就有多少机会。在未来呢，事情将会有乐观的结果，事情呢也将有正向的发展。你有可能呢被人示爱，或是能接受到别人的认可和嘉奖。不过还是要小心哦，身边的小人也是不少，还是会有一些阻碍和障碍会拖着你哦。你的机会呢是好坏参半的哦，有贵人，但是同时也会有小人，所以呢，你的处事态度相对的就非常重要哦。但是呢，这并不代表你不能完成你的梦想。就像是我们刚刚说的，你行走的每一步呢，都需要谨慎踏实，而且呢，以诚待人。这样呢，身边的这些负能量，虽然呢不至于完全的消除，但是呢会减少很多哦。所以呢，你的心态也是很重要的。如何化这些阻力成为你的助力，才是你需要做的功课哦。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神谕卡给我们什么讯息呢？宇宙要你走出舒适圈哦。如果在过去的你呢，人生过得索然无味，或是呢让你觉得很忧郁，你需要呢从过去的经验中哦学习教训，并且重整目前的状况。那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事，你都要相信哦，这是宇宙给你最好的安排。你应该要放轻松哦。如果你现在呢感觉碰到了困难，或是呢在某方面哦好像失败了，这时候呢你应该要反省，下次该如何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而不是一直走同样的老路。那这里呢也在鼓励你呢，应该要放胆去做不同的事情，走不同的人生方向，并且呢你必须要开始采取行动咯。而且呢，你心里面想的这件事啊，就是正确的方向，这是你命中注定该要走的路。所以呢，不管前方有多少阻碍，或是你心里有多少恐惧哦，宇宙呢要你必须要想办法克服它，因为你可以办得到。
那如果你现在困在一种两难的困境哦，那宇宙给你的提示是，你可能呢需要做一点妥协，并且呢开始协商。天秤座的能量呢，代表你可能会跟某个人展开新的关系，那这是和人合作和合伙的好时刻哦。那如果呢有法律相关的事情，结果呢也会对你非常的有利哦。再来是握着钱币的男人、聚宝盆，还有通往丰盛之门哦。我们看到画面上呢，有一个握着又大又亮钱币的人。那如果你是一位男性，这代表着你呢已经准备好要实现你的梦想咯。而且呢，你的人生道路上呢会迎来更多的财富，因为呢后面又有聚宝盆，那丰盛呢和福气也正在等待着你。你的努力呢将会得到回报。如果你是一位女性哦，那么这代表着你的生命中呢即将出现一段新的恋情，或是呢一个能在人生道路上指引你的贵人。那他能为你带来安全感与丰盛，这可能呢会是在工作场合上遇到的人哦。那在未来的你呢也能得到来自宇宙的礼物，那可能是财富、工作成就或是美满的爱情。那你的努力呢将会收到回报，你在过去所种下的种子将会迎来收割的时期。再来呢，丰盛之门，这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哦。无论呢是在职业还是财富方面，这都代表是一个新的开端哦。而且呢，这个新的机会可能是会以出乎你意料之外的方式来出现。那这是你努力心情所得到的成果。所以呢，你需要做的呢，就是保有你的初心和创意，然后呢，准备好跨出这座大门，丰盛的未来将在前方等待着你哦。再来是字卡、鹿精神还有水獭精神。字卡上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呢，感谢您宇宙，帮助我看见超越恐惧的界限。感谢你扩展了我的视野，使我能看见最高的善。那宇宙要你常怀感恩之心哦，不管你现在遇到什么状况，这些呢都是让我们成长和前进的动力。那宇宙呢会赋予你力量或智慧，使你呢能够看得更远，并且呢不被恐惧所限制。在未来的你呢能够克服恐惧，能看到呢更广阔的视野，那也能拓展你的感知能力哦，让你能够理解或看到更多的可能性，能够辨识出对自己和他人最有益的事物哦。因为呢，你有能力和自信。那鹿精神呢，是提醒我们哦，要善待他人，就跟刚刚的天秤座能量是一样的。你可能呢欠缺和他人的沟通和理解，那有时候呢会为了达到我们的目标，谈判呢和协商是必要的哦。现在呢不是争论谁输谁赢的时候，那有时候呢我们退后一步，才能发现更广阔的视野。而且呢你不是孤单的，你应该用心的去感觉哦，你身边那些关心你的人，因为呢你是被爱着的。有时候呢，你可能会忽略你身边的资源哦。宇宙要提醒你哦，不管你现在面临了什么困难，你身边永远有支持你的家人和朋友。你不需要感到孤立无援哦，你只需要呢伸出你的手，将会有人来接住它。所以呢，你不需要独自来面对这些。再来是茶叶占卜卡，抽到的是爱和财富。那关键的月份呢是在2月份，有可能呢会是在明年的2月份哦。我们来看一下关键的讯息。首先是山丘，这跟我们刚刚塔罗牌抽到的山是一样的哦，代表呢在未来还是会有一些障碍需要你去克服。不过人生本就是如此，换了新的工作呢，也会有新工作该去学习的和面对的事项。那有一段新的恋情呢，也是要磨合，熟悉彼此的习惯和个性。那这些都是正常的。即使呢，在平顺的人生呢，
也是会面临着需要学习的事物和需要克服的障碍。只是呢，我们怎么去面对它和解决它才是比较重要的。再来呢是啤酒杯，这代表着呢，在未来的你将能享受到庆祝的快乐，可能呢是收获了一笔奖金，或是升职加薪带来的聚会，这都会让你感到无比的快乐和喜悦哦。再来呢是会有新的人进入你的生活，而且呢是正在进行时。后面的握手也是哦，都是在讲述呢会有新的人出现在你的生活中，这个人可能很重要哦，在你的人生呢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不管他是你的贵人还是新的恋人哦，他的出现呢即将为你开启一扇新的大门，会为你的人生呢带来机会和希望哦。再来是易经抽到的是第10卦的天泽履卦。那履呢，本意指的是步履或履行某些事情哦，也有着履薄临深，有战战兢兢之意。那这支卦呢，是在告诉我们，当自己处于劣势时呢，要如何与强势者相处的一种人生哲学。也就是说呢，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当主从关系很明确的情况之下呢，身为属下或后辈的自己应该知进退。那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对长上呢恭敬有加，可以赢得对方的好感，那也能让事情呢变得通畅无碍，遇到困难呢也都可以化解于无形。那动爻为4爻，所以得到的上卦为巽，巽为风，得到的是第61卦的丰泽中孚卦。那孚这个字呢，代表的是诚信哦和信用。那中孚呢，是指发自内心的诚信。也就是说呢，如果能以诚信为本，就能相处愉快，事事顺利。最近的运势呢，平常啊，如果你是以诚信待人，那么最近的运势就会不错，自然呢会有贵人来帮助你，财运呢正财进财顺利，那偏财呢就不要想太多了。最近的贵人运很好，不管呢是想要做什么事，都能有贵人相助哦，或是呢能得到上司的提拔，前景看好。转换工作呢，最好挑选有人脉靠山的工作会比较好哦。那如果是有诉讼的纠纷，双方呢能够尽快达成和解，会比较理想哦。以上呢就是今天第3组的内容，希望能给你一点启发和帮助。我们下个占卜影片再见喽，拜拜。